Hello， 大家好，我是崔眠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肯尼亚裂谷惊现世界重置证据。我们活在被反复格式化的模拟器中。你有没有想过，你以为的历史可能只是上一次灾难后残留的缓存文件？2019年，在肯亚纳罗克郡，一位94岁的马赛长老在临终前说出了一个让在场地质学家背脊发凉的词：黑色的重来之天。他坚持认为，人类文明并非线性进化，而是一个被反复刷新的系统。当世界变得太过喧嚣，天空就会自动清空棋盘，这听起来像是原始迷信。但奇怪的是，1934年英国地质报告中确实记录了无法解释的归零曲线。2012年，裂谷带测得的地磁异常间距竟然与马赛人口述的世界重启周期精准吻合。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近年来全球频发的曼德拉效应，在科学家眼中竟成了系统刷新失败的残留 bug。 从1911年的神秘警告到2025年全球大气层出现的诡异电音回响，种种迹象显示，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或许只是地层深处生物磁骨上的一段冗余数据。第8次重启的进度条可能已经拉满。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那些被主流史学界抹去的关于世界真相的绝密线索。你准备好面对这个虚拟的世界了吗？在肯尼亚裂谷南段的马赛草原上，老人们至今仍然会在旱季夜晚围坐在干裂的土地旁，低声讲述一个他们并不愿意被外人记录的词语：黑色的重来之天。他们不会把它翻译成洪水、灾难或神罚，而是更接近一种记忆的回放。2019年8月，记者克莱尔在纳罗克郡西北部的奥尔基里亚村落采访了当时94岁的马赛长老勒库帕。他说，当我以为他会像其他受访者那样讲述殖民时期的饥荒或牲畜瘟疫时，他却反复纠正我说，那不是第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真正的灾后记忆不在我们的父辈，而在我们血液里。他描述的不是战争，也不是疾病，而是一次天空位置改变之后，世界被重新整理的事件。他坚持使用整理而非毁灭，因为在马赛语中，对应的词根指向的是把不合适的东西移走。这一点后来在我查阅1934年英国地质调查局驻内罗毕分部的一份未公开附录时得到了奇怪的呼应。那份报告由地质学家哈罗德·埃弗雷特·威尔逊撰写，记录了裂谷带地下出现无法解释的多层沉积错位，其中一层火山灰夹杂着远高于该地史前活动水平的玻璃化颗粒。碳14测年却显示其形成时间并非单一年代，而是呈现出重复归零的异常曲线。马赛人口述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在于，他们并不认为那是自然灾害，而是世界失败后被重新加载的过程。在勒库帕的描述里，灾难来临之前并没有征兆，相反，动物突然变得异常安静，角马停止迁徙，牲畜在夜间同时面向同一方向站立，仿佛在等待指令。他说，这并非他个人的想象，而是他在1952年7月随父亲参加恩贡哥罗边缘的跨部落集会时，亲耳听到来自坦桑尼亚一侧的马赛长者奥勒桑帕沙所讲上一轮世界结束时的景象。桑帕沙声称，他的祖父并不是通过幸存下来记住那一切，而是被允许带着记忆回来。这句话在当时被殖民官员当作典型的原始迷信记录进档案，但在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一次东非史前文明研讨会上，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马尔尚曾私下写信给同事，提到马赛人口中关于重来之天的描述与他在奥都威峡谷发现的一处异常工具层极为相似。那一层工具在工艺上明显高于其上下地层，却被埋入更古老的火山灰中，仿佛整个文明被整体压回了时间线下方。更令人困惑的是，马赛人坚持认为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们用第7次之前的世界和第7次之后的世界来区分现实，而这个数字并非象征意义。在1938年，德裔人类学家卡尔·冯施泰因在阿鲁沙地区的记中记录了一段被他标注为高度一致却无法解释的集体记忆。不同村落的马赛老人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都提到7次天空塌陷，其中前6次没有名字，第7次被称为我们还活着的那一次。如果把这些当作神话或口述历史，或许尚可一笑置之，但在2012年6月，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公布的一份地磁异常测绘数据中，裂谷南段出现了呈周期性分布的异常磁化带，其间距与地质年代并不匹配。
反而更接近马赛口述中世界重启的间隔时间。这使得部分研究者开始谨慎地提出一种假设，所谓的重启或许并非全球性的灭绝事件，而是一种区域性却足以重塑人类文明路径的系统级中断。马赛人的灾后记忆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还在于他们声称有一部分人并未真正死亡，而是在重启中被留下来作为参照。勒库帕提到他的外祖母在1929年干旱之年反复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的语言已经比以前短了。这句话在2017年由语言学家艾米丽·霍普金斯发表于《非洲语言演化季刊》的论文中被间接印证。他发现马赛语中存在大量语义断裂的高频词根，这些词根在语法上像是从一个更复杂系统中被硬性删减后留下的残片。语言本身经历过一次强制简化。如果再把时间拉得更远，在1911年，英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卢加德勋爵在私人信件中提到，他在列古代听到当地人警告不要在某些旧地面露营，因为那里属于上一轮的影子。当时他将其归为土著恐惧。现代考古队于2008年发现了一处被彻底烧结的居住遗迹，其烧结温度远高于自然野火所能达到的水平，却又没有任何陨石撞击或火山爆发的直接证据。马赛人的叙述始终避免一个问题：谁在重启世界？他们并不说是神，也不说是自然，而是使用一个难以翻译的概念，指向当一切变得太吵，天空会自行清空期盼。这种说法在2020年的纳瓦沙湖地震监测异常中再次浮现。当天并无记录地震发生，但湖底声呐捕捉到持续17分钟的低频震荡，其频率与人类可感知范围重叠，却没有任何生物发出相应声源。事后，一名在附近放牧的马赛青年萨伊图·恩凯迪亚在接受地方广播采访时说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那不是开始，那是旧东西被擦掉的声音。如果把这些零散线索拼接起来，会形成一种令人不安的图景。史前文明或许并非线性进化，而是在多次失败后被反复压缩重来。少数群体因为地理位置、文化结构或生存策略，被动地保存了灾后记忆，就像缓存文件残留在系统深处，而马赛人恰好生活在世界刷新边界的一条缝隙上。勒库帕在访谈的最后，看着远处逐渐聚集的云层，说了一句他认为不该被记录的话：我们现在听到的雷声和记忆里的不一样了。他没有解释差别在哪里，只是补充说，上一次世界被整理之前，天空也是这样开始改变声音的，而那次之后，很多名字再也没有被叫过。访谈结束后的第3天，纳罗克地区出现了短时却极端的局部暴雨，雨后在干旱已久的地面上显现出几条从未记录过的旧河道痕迹，形状与1934年威尔逊报告中那条异常沉积带几乎重合。如果马赛人的灾后记忆只是神话，那么它为何总是与地质、语言、磁场和异常声学现象在同一时间线上彼此呼应？也许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世界是否曾被重启，而是如果重启从未停止，我们是否已经身处下一轮之前，却误以为一切仍在正常运行。勒库帕在2019年8月那场暴雨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而在距离纳罗克郡500公里的内罗毕，肯尼亚地质调查局的年轻研究员塞缪尔·奥丁加在处理当天纳瓦沙湖周边的地震仪读数时，发现了一个足以令其职业生涯终结的现象。所有的数字序列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4时22分突然呈现出完美的对称镜像，仿佛时间在那一刻不仅停止了，还进行了一次极其微小的倒行。他在当晚的个人笔记中写道：这不符合热力学第2定律，除非我们观测到的物理现实只是某种更高维度投影的刷新率误差。这种刷新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从地质领域迅速蔓延到了生物学界。2020年2月，在塔纳河下游进行迁徙物种研究的生物学家阿德里安·考夫曼记录到一种名为塞伦盖蒂蓝蜂的尺度前昆虫残骸。这种昆虫在官方记录中已灭绝至少11000年，但考夫曼发现的标本不仅新鲜，其消化道内竟然还残存着尚未消化的现代转基因玉米碎屑。这意味着这些史前生物并不是从某个隐秘洞穴中爬出来的，而是直接刷新在了现代的时空结构里。这种时空错乱的逻辑在勒库帕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段录音中得到了某种诡异的解释。这段录音由其孙子在2020年5月5日清晨录制，勒库帕在弥留之际用极快且跳跃的马赛语低声自语。他们正在把旧的零件塞进新的身体，因为材料不够了，
第7次重启留下的灰烬太厚，盖住了第8次的种子。这段话在2021年9月引起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神经科学家托马斯·兰德里的注意。兰德里当时正致力于研究集体虚假记忆现象。他发现全球范围内关于曼德拉效应的报告在2012年后呈几何级数增长。他在2022年1月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地球是一个自愈系统，那么马赛人口中的重来之天实际上是系统清理冗余数据的过程，而我们所谓的历史仅仅是上一次清理后残留的碎片。2023年，在埃尔格约马拉奎特郡的一处修路工程中，工人们挖掘出了一具被包裹在透明硅酸盐晶体中的类人生物残骸，其测年结果令内罗毕大学考古系的教授们陷入集体失语。根据同位素比值，这具尸体死于距今5分钟前，但其生理特征却完全符合5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更恐怖的是，这具古尸的手表位置佩戴着一块完全由生物组织生长而成的刻有古埃及圣书体与某种二进制代码混合字符的圆盘。圆盘在出土后的3小时内迅速分化为一滩散发着臭氧气味的液体。当时在场的见证者之一，肯尼亚文物局官员约瑟夫·基普切格在随后的心理咨询中反复强调，他看到的不是尸体，而是一个没加载成功的模型。这种未完成感在2024年变得更加具象化。当年6月，卫星云图在东非大裂谷上空捕捉到了一次极其罕见的光学干涉现象。云层在没有任何风力驱动的情况下排列成了一组精准的同心圆，中心点正对着奥杜威峡谷的那个异常工具层。当时的地面温度在3秒钟内下降了15摄氏度，随后又瞬间回升。当地马赛人纷纷跪地祈祷，称之为世界的缝补神。而地磁监测站在那一刻记录到了全球性的磁极短暂消失，持续时间为 0.0074 秒。如果我们回溯到1947年苏联考察队在图尔卡纳湖附近的一份遗失档案中曾提到过时间的折叠，领队谢尔盖·莫洛佐夫描述了一片即便在阳光下也没有影子的区域。他认为那是世界蓝图的原始层，在这个区域内有的物理法则都是待定状态，这种待定状态在今天似乎正在成为常态。就在昨晚，纳罗克郡的广播电台收到了一串无法解析的音频信号，其频率特征与1938年施泰因笔记中记录的马赛祭祀吟唱完全吻合，但经过数字增强处理后，研究者在被采景音中听到了类似于现代化机房服务器散热风扇的嗡鸣声，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皮埃尔·马尔尚在1961年那封未寄出的信中最后的记录。我们并非生活在星球上，而是生活在一段不断崩坏又不断被格式化的指令集中。如果马赛人口中的第7次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次大修正，那么2012年磁场异动到2025年低频震荡的加剧，是否意味着第8次的进度条已经拉满？1988年，一位名叫玛丽勒基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在私人日记中写道，他在莱托里的足迹化石旁发现了一组不属于任何已知灵长类的脚印，它们似乎在空气中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就像一个行走在透明玻璃板上的人留下的。他当时认为这是幻觉，但在2015年5月，利用最先进的激光雷达扫描技术，研究人员在同一地点发现了深埋地底3公里的巨大几何结构，其材质不属于已知的任何岩石或金属，而更像是一种被硬化的时间螺。马赛人坚持认为，在重来之天降临前，死者会先在生者的梦中集中出现，交还他们的名字。2024年12月以来，内罗毕及周边地区的失眠门诊量暴增了400%，患者普遍反映梦到了从未谋面的祖先站在河的裂谷边，指着天空说：“看，云层里的接缝开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恐惧并非孤证。在1902年，一名德国探险家在坦噶尼卡湖畔记录过类似的现象。当时整个部落的人都在梦游中走向湖心，口中喊着归位。如果把视野放大到宇宙尺度，2023年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传回的一组关于银河系边缘的红外数据中，出现了一片被天文学家称为大空洞的区域，其形状竟与马赛人传统服饰上的某种特定几何纹样惊人的一致。纹样在马赛语中被称为天空的补丁。这种宏观与微观的诡异巧合，让威尔逊在1934年报告中提到的玻璃化颗粒有了更令人胆寒的解释。那也许不是高温灼烧的产物，而是现实世界在发生剧烈逻辑冲突时崩裂的碎片。
勒库帕在2019年提到的雷声变了，在今天得到了最终的印证。根据全球气象联合会的最新观测，大气层的高频电磁波反射率在过去24小时内出现了不可逆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所有的无线电通讯都带有一种轻微的电音回响，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遥远的天外进行着某种宏大的音频剪辑。我们以为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储存在东非裂谷地层深处某种巨大生物磁骨上的冗余备份。每当这颗星球的处理器过热，或者某种更高级的观察者认为文明的演化偏离了预设轨道，那一层带着颗粒的火山灰就会再次覆盖一切，将所有的野心、爱恨与科技全部压缩进那条异常沉积带。1952年，桑帕沙提到的被允许带着记忆回来，或许并不是神迹，而是某种系统溢出错误，导致一小部分数据没能被彻底抹除。这种残留的记忆如同一种病毒，在马赛人的血液里代代相传，提醒着每一个后来者，天空不是永恒的，它只是一张随时可以被卷起的幕布。也许在史前的一个深夜，纳罗克郡的温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0度。在这一片寂静中，无数牲畜再次面向北方，集体站立，不鸣叫，不进食，眼中倒映着星空诡异的频闪。萨伊图·恩凯迪亚在这一刻走出了他的草棚，看着那道从地平线升起的不带任何温度的白光，他知道那不是日出，而是又一次清空棋盘的指令终于下达。那些在1911年被卢加德勋爵忽视的旧地面的影子，此刻正变得越来越凝实，逐渐重叠在现代建筑的轮廓之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真实，正如同那具出土5分钟便风化的海德堡人尸体，在绝对的观测者面前迅速瓦解。正如勒库帕最后所说，很多名字将不再被叫过，因为在即将到来的第9次世界里，我们甚至可能不再拥有名字这个过于复杂的语义逻辑。裂谷带深处的磁化带开始剧烈震动，那些埋藏了数百万年的工艺高于现代水平的异常工具，正随着地壳的翻转重新浮向表面。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冰冷的光芒，等待着下一批被允许带着记忆回来的人去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文明。而我们的历史不过是这一轮失败实验中由于过度喧嚣而引发系统崩溃的噪音。那条在2019年暴雨后显现的旧河道，此刻正从大地深处渗出黑色的带有金属质感的液体，它们违背引力地向天空伸去，去修补那些早已支离破碎的云层缝隙，去迎接那场从未停止也永无止境的重来之天。那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